如果您是一个骑行爱好者，又喜欢拍照片，正在寻找怎么携带相机，怎么可以骑得过瘾、拍得有漂亮的解决方案，这期节目您就算来着了。看到我车手装的这一堆东西，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骑车出去玩去喽！出发之前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这个男的骑车出门啊，不比女生这个上街化妆这个阵势要小。我有2样东西，基本上都是寄生在这个车上面了。有一样东西一直都没拆包，另外一个呢，平时用的不多，但是一直没舍得卖。因为这台机器首先足够小，骑行服的口袋里边往里一揣，正好。你放的时候，往出拿的时候，一点阻力都没有。穿过骑行服的人都知道这口袋有多紧。你可以随时单手拿出来就开始进行拍照。而且这台机器呢，基本上具备了所有喜欢摄影的人或者是专业摄影人需要的功能。不管是从它的这个对焦方式、测光方式、它的这个色彩、它的曝光的这个控制白平衡感光度这些设置，都是触手即来。然后呢，APS-C 的尺寸，这个对于骑车摄影来说呢，不是一个坏事儿。首先是减小了体积，另外一点的话，第一 APS-C 尺寸，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暗光还是大光比的时候，都可以给你很好的一个画质。有些人说相机为什么不要这个全画幅，不能用这个大相机？就这么说吧。骑车和摄影虽然这2个是相辅相成，但是呢，毕竟你为了想把这个骑车的体验更舒服的话，我觉得肯定是不想带这个大的相机。那这个运动相机就是用来你做这个运动的 vlog， 然后记录整个的一个过程。画质第一足够好，第二一个稳定性也很棒。然后呢，还有一个它有很强的一个扩展性。然后它可以外接麦克风，然后它可以接着遥控器，还它一个巨大的翻转屏。你看我现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对着镜头叨在讲的时候怎么样？构图基本上都可以非常的完美，哪怕我要做一个手势，很精确的，你就说，我这个自行车就在这儿，你看，因为有这个大的屏幕的话，你可以很准确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实际上，你看我为什么要戴一个墨镜？因为我的眼睛在看上面的屏幕。Mini 4 Pro 出来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了，这2个月。你看，我没有做任何的评测，因为我觉得那个 Mini 4 Pro 发挥它最大效能的地方还没有到，就是什么呀，航拍。Mini 4 Pro 这是在这个机器的体积是足够让我们骑车的人能够 nice。可以塞在任何一个车头包、车尾包、车的这个2包里边，就这么小的一个体积，250克的体积呢，这个重量呢，又让你飞这个无人机的时候不会让人觉得特别的一个突兀。续航时间长，如果你要是配了这个超长的45分钟的这个长续航电池的话，哇塞，这3块电池基本上属于叫什么？你骑到自己没劲儿了，它还有电。Mini 4 Pro。它的全新的智能跟随的系统，再加上上下左右前后6个方位的全方位避障，好好试一下它的避障的性能怎么样。环绕这个状态，让它自动追踪。这个无人机啊，虽然追不上汽车，但是呢，追自行车，让我们拿嘴蹬的来说，还是绝对是绰绰有余的。Oh yeah，nice！ 我快速冲一个啊！我没带码表，但是目测我现在的时速应当是在30左右吧。
啊，这个速度绝对小 case， 呜呼！哎呀，过瘾哦，稍微增加点难度。我现在，让这个无人机我拐到上边来。动此不如作此啊，对不对？有一个摄影师能给我拍照，多过瘾的一件事啊！嗨嗨嗨嗨！但是我敢这么飞，还是因为这个附近是没有高的树的，我还是敢这么飞。但凡是要是稍稍再宽一点的话，不是再窄一点，然后旁边如果要有树的话，那我就不敢这么作了。我建议收音最简单的方案还是无线的举小。收音怎么来解决？你听我现在的收音怎么样？我觉得解决收音的最好的解决方案还是无线麦克风。不用机顶麦克风是因为机顶麦克风体积太大了。运动相机，不管是你手里拿着，还是说你把它架在车上，就是重量越轻，体积越小越好。无线麦克风的接收器已经是可以体积做得非常小了，真是属于无痕携带。机的无线这叫什么？这个识码的功能加入就好了。不光是这个专业的相机啊，我觉得连普通的这个无人机都最好加一个音轨的功能。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聊，你如果出去骑行，怎么去带你的运动相机，怎么解决收音，然后呢，带什么样的小相机？关键的是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无人机的携行方案。那如果您是一个重装的摄影爱好者，想带这种大的单反相机、无反相机、镜头、三脚架怎么办？咱们换一期节目，我再跟您好好聊聊。这个 Mini 4 Pro 这个小家伙，电池真的还蛮耐飞的。刚才我这一路连说带比划，拍了得有差不多半个小时了，居然还有电，还没有出这个提示。行啊，看来我身上带着这2块备用电池，应当是用不上了。把刚才说的运动相机和无人机的遥控器方便的携带、完美的安装，我找到了一套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就是你看到我车手装的这一堆东西。首先，它可以把几乎所有的附件装在这个小包里边。另外一点，它实现的拍摄的功能，带一个自拍杆，完美的自拍的角度。最舒服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安装无人机的遥控器，你可以安全的观看。快速的安装，而且是非常牢固的使用。至于这套部件的核心装备，我给你展示一下啊。它其实是来自于 Insta360的一个自行车的专用支架，跟普通那种单点式的支架不太一样。你可以发现它是双点支架的，它可以装在自行车的车把上，甚至可以装在自行车的一个后座的座杆上。然后它本来实现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位置呢，可以装一个自拍杆，原带了一个碳纤维的超轻的自拍杆，可以放你的360的全景相机，或者放你的像 Ace Pro 那种运动相机。但是你会发现，哎，这个支架好像跟网站看起来不一样啊。没错，然后我是把它倒过来装的。为什么倒过来装？因为倒过来装之后，实现了一个我期待许久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看见没有这个凹槽没有？它可以完美的卡住无人机的遥控器，遥控器往这一放，用皮筋一勒，10秒钟安装完毕，怎么都不会掉。这遥控器安装的位置正好是在码表大概这个位置，是车把靠前，所以你在抬头看路的时候，用余光正好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屏幕。而有一点点要注意的地方啊，
尤其是这2点可能会划伤你的屏幕。我在这儿贴了2个橡胶垫，这个拍摄的支架，就算是你在不拍摄的时候把它留在车上也是可以。这个支架它是双点的紧固的设计，就算是你不用拧得特别紧，它也可以很安全、很牢固的放在车把上。它不像那种单点式的设计，如果您要是有一个比较金贵的碳纤维车把的话，这边拧的使劲大了，怕给这个碳纤维车把给拧出裂纹来。它上边有一个挂点，你可以用来放这个码表。它下边那个 GoPro 的挂点，你可以把它用来放这个自行车灯，这个位置也还是挺方便的。然后随时想自拍的话，往上一拧 ，OK。而且它的自拍杆，你看松开以后，它是里边带锁紧齿的机构了，所以所有的锁紧机构你都不用使劲拧，它都不是靠纯摩擦力和这个卡紧力来固定的。自行车专用连接架，再加上 AS Pro 和收音套装，在砂石路上骑行的这个画面稳定性。哎呦，炮弹坑啊！这条路这感觉有点像我以前从通县出来，奔这个清河去秦皇岛那个路上那破路的状态柏油路上全是被大车压出来的坑。草地上它的稳定性测试，草地上就舒服多了。但是草地是这样，它的坑比较缓和，但是依然是很帮皮。就是说它不像这个叫什么柏油路似的，有那么高频率的震动，但是它的上下的晃动还是挺厉害的。就是坡儿这种，颠得我头盔都松了。我就准备下坑，柏油路面上的抗震稳定性，这就没有什么太大悬念了。但是晃动还是有的，因为地面毕竟是有坡度嘛，对吧？